以下是经由我朋友所转述的亲身经历，因此接下来我会以我朋友的口吻来转述这则故事。我当时在一家营造业担任助理的工作，主要的营造公司在南投，我只是在中部一处进行的开发案里面的公务所上班。助理的工作就是处理工人的一些琐事，不过今天要说的故事地点可不在这。那时候公司派遣我跟南投的助理一起到公司最新接的一个紧急案子，那个地点在花东纵谷附近，可说是一个蛮危险的地方。因为在我们过去之前，当时去那边的工人就有传了一个影片回来，是陨石坠落发生的现场实况。我们看着山谷上的石头瞬间坠落到地上，持续了几秒才停止，画面看起来真的挺触目惊心的。还好当时工人都已经疏散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后来公司因为需要我们过去支援2天的时间，所以等于有一个晚上我们必须在那边过夜，而住的地方并不是什么豪华的旅社或是民宿，只是一个公司为了公务进行方便临时搭建的一个简单睡觉的地方。由于当时我跟南投助理只有2个女生，其他全部都是男生，但公司似乎不以为意，本来还让我们跟一群男生睡在这个地方。南投的助理说，工人有些人都还蛮好相处的，应该是不会对我们怎么样，但我完全不能接受。于是我向公司提出可否为我们2个女生另外安排住所的要求，公司考虑到安全性也答应了，主要是也不能离工地太远，于是就让我们住到离工地有小段距离，但是也不会太远的住所。不过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方便性的，是公司当时买下的一个临时仓库。整间仓库看起来简陋老旧，墙壁间贴着几个架子，用来放置工地会使用到的工具，地板上的一些角落也堆满了杂物。在最边间的位置还有一个办公桌，桌上堆叠了许多公务文件。而就在办公室右方有一个门，打开后就可以看到一张床，足够我跟南投助理2个人在这里休息1个晚上。但是里面的空间非常狭窄跟拥挤，比较不方便的是厕所还在外面，如果睡到一半想要上厕所，还得要开门出去。但如果让我再次选择要到那个大一点的空间跟一群男生挤着睡，我还是宁可我们2个女生就睡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聊了一会天，没有多久就睡了。印象中我躺下去没有多久就睡得酣熟，在梦中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感觉到我的大腿有被抚摸几下的感觉，但是是那种轻轻的触碰。不过由于当时我实在是太困了，没有睁开眼睛确认，也没有太在意。直到不晓得又睡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打呼声吵醒，但我依然没有睁开眼睛。我心想应该是工人的打呼声吧，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睡的地方没有工人，可能当时太累了。那个打呼声是一阵一阵的，后面越来越大声，吵到我干脆把棉被跟枕头整个盖住我的脸，我才有办法睡着。隔天醒来，我们整顿的仪容，准备等公务车过来接我们去现场。我便问南投助理，昨天晚上是你在打呼吗？南投助理一脸铁青地说，我也有听到，但那不是我。真的吗？你睡着了，怎么知道那是不是你？我睡觉从不打呼的，每次打呼的都是我老公，而且我知道打呼声也不是你，你就睡在我的右边，但是打呼声是从左边传来的。他说完这句话后，我们2个安静的四目相对，突然感觉空气变得凝结，整个空间也多了一股莫名的寒意。我们要不要先出去外面？我提议。南投助理没有说话，只点点头。昨天南投助理睡在我的左边，而南投助理的左边，也就是我们床的左边，旁边只有连接一小块的地板，再过去就是门啦。毕竟空间小的只摆得下一张床。那南投助理却说，打呼声是从左边传来的。更可怕的是，
这整个住所里面就只有我们2个女生啊。我再次跟他确认，但是你的左边是门，你确定打呼声是从左边传来的？南头助理再次点点头。我又问，那你有转头过去看吗？南头助理摇摇头，怎么可能？而且我跟你说，我被打呼声吵醒后还一阵尿气，但是我根本不敢起来上厕所，我一直靠着你的方向睡，还好你不是睡我这个位置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打呼声超级贴近了，超恐怖的，我压根就完全不敢动，也不敢转过去看。这个时候公务车来了，我们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告诉了正在开车的工人。那个在地的工人告诉我们，毕竟在花莲这个山区工作比较偏僻，离家比较远，所以那个地方也时常提供工人作为他们的暂时居所。而且听说前阵子有个睡过那里的工人，在工作的时候出了意外，当场身亡。或许我们听到的那个打呼声就是他发出来的。我们2个女生在后座听得整个头皮发麻，但开车的工人却是用很轻松的语气笑着跟我们说的。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故事，可以在右下角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。